值得注意的是，中德近期的务实合作令德国的盟友美国坐不住了。就在舒尔茨访华结束回国2天后，11月6号，美国总统拜登与其进行了通话。不过有观察指出，对比两国发布的通稿，美德明显存在温差。白宫的新闻稿称，两国领导人讨论了乌克兰危机、对乌援助以及舒尔茨访华事宜，双方共同承诺将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人权和公平贸易行为。德国联邦政府发布的通稿只字未提对乌援助以及双方共同承诺的内容。观察指出，拜登在打给舒尔茨的通话中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并以俄乌冲突来逼迫德国选边站队，但是德方无疑给美方再次泼了一盆冷水。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柏林不愿意在各个方面都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充当华盛顿的傀儡。欧洲国家应该能够走自己的路，美国无权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上绝对服从美国。事实上，面对通胀高企、能源供应危机不断引发的巨大执政压力，舒尔茨政府的施政正在走向以经济为主。事实上，舒尔茨这次访华期间，德国作为大股东之一的空客集团与中国企业签署170亿美元超级订单，就让德国商界和舆论相当满意，也证明中方倡导的合作共赢理念远胜美方主张的脱钩断链冷战思维。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华春莹近日也在社交媒体发图，梳理本次随舒尔茨访华的12家德企在华业务和经营情况。其中，化工巨头巴斯夫集团在广东湛江投资约100亿欧元，阿迪达斯2021财年在大中华区销售额达到45.97亿欧元，西门子2021财年在中国市场营收更高达82.32亿欧元。华春莹用英文写道：“与中国脱钩，他们说不。”实际上，日本媒体注意到，即使在拜登政府打压中国最严重的半导体领域，美国企业也拒绝脱钩断链。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美国大型半导体企业和制造设备大企业积极参展进博会。该报称，虽然美国拜登政府计划对中国实施尖端半导体出口限制，但对于企业来说，中国是赚取收益的不可或缺的市场。高通、超微半导体、英特尔、德州仪器等都坐拥了巨大的展位。日欧企业也与美国企业形成一致步调，纷纷向中国市场推销设备等。日本经济新闻还注意到，荷兰阿斯麦和日本佳能、尼康等半导体制造设备巨头也参展进博会。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美方宣称在拜登总统与德国总理舒尔茨的通话中承诺将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您怎么看？其实自从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号召自己的盟友，尤其是欧洲盟友站出来遏制中国的理由，无非就是这么3个。一个是指责中国破坏了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人权问题，第三个就是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是不公平的。而无论是拜登口中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人权问题，还是公平贸易问题，都是建立在西方那一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是以西方的规则在看问题。因为拜登政府清楚，那样一套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才能将中国与西方划分为2个阵营，才能在美国与其他西方盟友之间寻找到所谓最大的公约数。而在拜登政府看来，在美国正主动挑起对华新冷战，号召所有盟友都要跟在其后面遏制中国，尤其是跟中国进行经济脱钩的大背景下面，德国总理舒尔茨却第一个站出来访问中国，并签订了巨额订单，这无疑就是一种擅自脱队行为，是在破坏西方国家的团结，会让拜登政府好不容易拉扯起来的这支队伍出现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缺口。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舒尔茨访华之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就曾经声称，尊重德国想以自己认为最适合、最妥善的方式管理对华关系，并重申美国没有要求别国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但是拜登这次跟舒尔茨的通话，明显是举起了意识形态的旗帜，敲起了价值观念的警钟，是在含蓄地敦促舒尔茨不要忘了选边站队。也就是说，很明显，美国是在说一套做一套。
那面对来自美国总统拜登的对于选边站队的敦促，德国总理舒尔茨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其实舒尔茨已经以实际行动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方面，舒尔茨在访华期间不仅跟中国签订了巨额的贸易订单，而且再次公开发出了不能跟中国经贸脱钩的呼吁。另外一方面，在访华结束之后，他不仅接受跟拜登总统的通话，而且根据央视新闻网的报道，舒尔茨与拜登在通话中还共同承诺将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人权和公平贸易行为。这也就意味着舒尔茨正小心翼翼地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维持着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既要跟中国保持正当的经贸往来，不能跟自己的国家利益过不去，同时也不能脱离了由美国牵头组建的西方队伍，不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跟美国对着干。也就是说，舒尔茨选择了一条中美两边都不得罪，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虚幻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两者都要兼得的这么一种道路。而在我看来，在当前大环境下，舒尔茨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因为舒尔茨这次访华实际上是面临着4重巨大的压力的。一个是来自于执政党联盟内部的绿党的反对，来自绿党的政治人物贝尔伯赫曾经公开提醒过舒尔茨，不要忘了中国既是生意伙伴，但更是制度竞争对手。二是来自德国国内的右翼力量的反对，这股右翼力量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情绪上正处于空前亢奋状态。三是来自于欧盟内部，尤其是中东欧国家的反对。四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强大压力。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舒尔茨在访华期间才会在经贸谈判之外努力跟中国达成了反对俄乌冲突升级至核战争的共识。因为舒尔茨要用这个成果来堵住国内外各种反对势力的嘴。而舒尔茨的两难处境也就再度证明了，虽然中德关系出现了破冰迹象，但中国与西方要重建互信仍然还有相当漫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仍然是横亘在双方之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发表图文，讲述德国企业与中国的合作，犀利反击了所谓对华脱钩的杂音。那对您怎么看？我认为中德两国企业间的密切合作，尤其是舒尔茨的这次访华，的确是对所谓的脱钩论是一次有力的反击，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增强反脱钩的信心。而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不仅再度证明了两个铁一般的事实，即一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忽视中国的庞大市场与巨大的发展机遇；二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而且这一现象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它意味着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已经是事实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美国想脱钩就能够脱得了的。同时它还意味着国际上还是有不少国家，甚至是不少西方国家仍然愿意继续接纳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潮流的。或者换句话说，它意味着尽管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主动挑起对华新冷战，号召所有西方盟友跟中国打贸易战、科技战，跟中国经济上脱钩，并且这种态势让人一度感到相当的悲观。但是中德两国企业间的密切合作，尤其是舒尔茨的这次访华，这表明中国和平发展的外围环境仍然存在，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也仍然存在，这个机会之窗并没有被关闭。中国与西方世界并非是注定走不出对抗的宿命的，双方还是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与合作的空间的。因此接下来只要中国继续埋头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坚定地走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与中西关系的未来前景就仍然是值得期待的。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